好耶！又来给屏幕前绝绝子的你做绝绝子的视频了。本期视频的主角是凯撒。那么视频开之前，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数据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的数据仅供参考，届时大家还是以正式服、正式时装后的数据为准。视频开之前，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凯撒的面板。目前我的凯撒是天赋 A、B、C、D、E、F 全部点上。技能全部都点到了11级，命座是0命，武器是精炼1阶的专武，然后呢带着原始朋克4件套以及啄木鸟电音2件套。4号位带的是暴击力，5号位带的是误伤，6号位带的是冲击力。具体面板属性是这样的一个凯撒，等于就是一个0+1的平民毕业凯撒了。后续的实战录屏，如果我不主动提我要换什么引擎、换什么驱动盘，那么我会默认用这个面板的凯撒给大家展示啊。但是大家不要急，后续我肯定还是会给大家对比那种更平民的引擎啊什么的来给大家展示的。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游戏理解比较苦手的玩家详细解读一下它实战中的各种技能机制，还有操作手法细节，方便屏幕前的你快速详细的上手这一个角色。如果你是游戏理解大佬，已经知道凯撒应该怎么用了，你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12分20秒开始看哦。我先给屏幕前的大家总结一下凯撒的实战定位。凯撒在实战中可以集提供大量盾加拐超级多的伤害于一身，强度非常高。不过虽然它的强度非常高，但是它的战场输出能力是不如主 C 角色的，而且它的破刃能力呢也是比不过传统的击破手的。所以术业有专攻，凯撒的定位是一个后台盾斧，他要站在后台而不是站在前台哦。了解完这点之后，我们正式开始技能的解说。首先是普攻，点按普攻是一个6连击。这个6连击呢，实战中用的会比较少一点，毕竟刚刚也说了，凯撒不适合用来战场。但是长按普攻在实战中的用处就比较香了。长按普攻，我们可以让盾牌围着自己绕一圈，就像这样。长按普攻的时候，我们会消耗一个支援点。那消耗这一个支援点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把攻击范围内的比较脆弱的小怪给它聚拢起来，看见没有？往凯撒这个方向聚拢了，形成了一个聚怪的作用，这就是长按普攻在实战中的一个用处。但是仅限那种比较脆的小怪可以被我们聚拢，遇到这种精英怪，就一动不动了。而且支援点用光了，我们就无法使用这一个长按普攻啦。接下来重中之重来了，特殊技。特殊技的文本量非常的庞大啊，然后呢，专有名词也是非常的多。你如果是个新手，想把这些文本还有专属名词全部消化完呢，估计还是要费挺长时间的。所以在给大家讲解 E 技能的时候，我会把复杂的文字简单化，然后把所有的专属名词给替换成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边实战边给大家讲解，尽量一次性就让你看懂 E 技能是一个什么意思。E 技能分为能量不足的版本和能量充足的版本。先讲能量不足的版本。使用能量不足的版本，我们会用盾牌顶对面一下，就像这样顶对面一下。然后呢，顶完对面之后，我们会进入一段时间的防守架势。看见没有？现在我们就进入了防守架势。如果我们在这个防守架势的途中受到了攻击，那么我们受到的伤害就会降低40%，并且我们只会被击退，而不会被击倒。看见没有？只被击退，不被击倒。并且我们在进入防守架势之后，再按一次 E， 我们就会往前突刺。看见没有？往前突刺。这个向前突刺在防住了对面的进攻之后也能使用。看见没有？防住了之后也能继续突刺。
这就是无能量版的 E 技能的所有展示啦。接下来我们来看有能量版的。当我们 E 技能能量充足的时候，使用 E 技能，我们会消耗1/3的能量，用盾牌顶对面一下，然后用剑突刺一下，然后摆出防守架势。我们来看一下，盾牌顶，剑突刺，然后摆出防守架势。给大家来一段慢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盾牌顶，剑突刺，然后立刻防守。在盾牌顶和剑突刺之间，我们是有无敌效果的，对面伤不到我们，并且在盾牌顶和剑突刺之后的那一下防守架势，也能让我们受到的伤害降低40%，且只会被击退，并不会被击倒。在防守架势中，如果我们的能量还充足的话，我们可以再消耗1/6的能量，打出超强力盾击。我们来看一下防守架势，再按一次 E， 超强力盾击。这个超强力盾击只用消耗强化 E 技能1半的能量，但是它打出来的伤害倍率以及失衡倍率都比强化 E 技能还要更高一点。也就是说，实战中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第2段攻击。好的，说完了无能量版本和有能量版本的 E 技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E 技能的一个核心机制——精准格挡。不管我们的 E 技能有没有能量，我们在怪物快要攻击到我们的时候，也就是那闪光的一瞬间，按下 E 就能触发精准格挡。我们来看一下，怪物快要攻击到我们的一瞬间，按 E 精准格挡。精准格挡就不是让伤害降低40%了，而是直接能让敌人的这一次伤害为0。不仅如此，我们在有能量的时候触发精准格挡，我们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次使用超强力盾击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再按 E 呢，就1/6的能量都不用消耗了，直接0耗能使用一次超强力盾击。最后，不管是触发了精准格挡，或是触发了40%减伤的格挡后反击，或者触发了架招支援，凯撒的冲击力都会提升19%，持续3秒。实战中，这一个持续3秒的冲击力提升呢，可以让凯撒的各种盾反技能快速的把对面打进失衡。接下来，凯撒的冲刺、闪避反击、快速支援，还有连携技，以及架招支援呢，都是比较平平无奇的。我这边只给大家讲这几个技能的亮点。第一个亮点在于它的冲刺攻击，它的冲刺攻击是用盾牌顶一下敌人。这个盾牌顶一下敌人的过程中，也是可以享受到那40%的减伤效果的。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而且冲刺攻击如果防守成功的话，也可以继续按 E 使用超强力盾击，消耗的能量也是只有1/6。第二个亮点是它的架招支援。架招支援在打出伤害之后，我们也可以直接接 E 进行超强力盾击反击，消耗的能量也只有1/6。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终结技。终结技其实刚刚大家也见过了，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伤害啊。但是呢，终结技命中有护盾的敌人时，招式的失衡值会提升95%。也就是说，凯撒的终结技在特殊时候使用呢，或许是会有奇效的。接下来，真正的重中之重来了，凯撒的核心技，它的强度就在这个核心技里面了。凯撒发动强化特殊技、连携技、终结技以及各种我刚刚展示的盾反的时候，
会为全队提供等于自身1400冲击力加上1400点的护盾，持续时间长达60秒，整整持续1分钟啊！护盾值全队共享，只有前场角色会持有，并且单次受到的伤害不会超过护盾值。护盾存在期间，持有者的抗打断等级提升；护盾存在期间，持有者的攻击力提升1000点，并且呢，持续时间结束后，攻击力提升1000点，还会再多持续5秒。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随便按一下 E，OK， 我就有盾了。盾可以直接给前场的队友。有了这一个护盾之后，我们的抗打断能力大大提升，就像钟离的安如磐石一样。来看一下这个大击飞技能，也并没有击飞我们啊，并且呢，护盾在只剩1点的时候也能扛住最后一下伤害，我们是不会掉血的。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哎呦，差一点就被他偷到了。拥有护盾的角色呢，攻击力提升1000点。来，我们看一下，哇，青衣这直接1000点的攻击力就加上去了。最后，它还有一个额外能力：队伍中存在其他可以发动招架支援的角色，或者与自身相同阵营的角色的时候触发。凯撒触发精准格挡，各种盾反。招架支援以及刚刚我展示的长按普攻的巨怪时，对自身附近7米范围内的敌人施加减益效果，使全队对其造成的伤害再提升50%，持续30秒。这就是凯撒的所有技能总结啦。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凯撒实战中的操作手法。很简单，利用这8个方法触发2个核心技就完事了。以个人的经验来说，实战中最方便触发这2个核心技的方式是在能量足够的情况下，精准格挡一下，然后超强力盾反一下，就可以换其他角色进行战场了。而你如果不是用凯撒战场，而是用击破角色战场的话呢，先把怪物给击破，然后连携技切凯撒打出盾，然后再切出凯撒。长按普攻一下，把第2个核心技也触发了，然后切出主 C 输出就可以了。这就是凯撒实战中的一个操作手法了。花了12多分钟，终于是把这么多的专属名词给替换成大白话，给大家展示清楚凯撒的技能了。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总之，个人的视频风格就是，就算屏幕前的你是第一天入坑这个游戏的新手，我也想方设法让你看得很舒服。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测试环节。作为一个盾系角色，我们首先要测试的肯定是它的盾量了。测试盾量之前，要给大家明确一点。凯撒的盾并不会加任何防御力，你没有盾的时候吃到了多少伤害，你有盾的时候就会吃到多少伤害，只是盾帮你挡了这个伤害而已。而这一个平民毕业练度0+1的凯撒，他的盾有多厚呢？我们使用70级的杜拉汉进行测试，用茧给对面当靶子，2个661加上2个331。第2下打出了992，992再加上2个496，终于快要被打破了。好的，包括溢出伤害在内，凯撒一共帮我们挡下了5654的伤害。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平民化，把精炼1阶的专武换成精炼1阶的正版变声器这一个引擎，看一下它的护盾会减少多少呢？992加上496乘2，加上496乘2，最后加上347乘3，结果是4017。要知道，我们一个主 C 的血量也就12000左右，
所以0+0的凯撒就能给他提供1/3血量的护盾，0+1的更是能提供将近一半的护盾。更何况我刚刚凯撒的2件套还没有带冲击力呢，带了冲击力，这一个护盾就会更多一点。个人认为凯撒的这一个护盾还是非常的厚的。好的，说完了凯撒的护盾值，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凯撒提供的增伤能力怎么样。我们拿11号作为参考对象，现在这一个11号的尾刀裸伤伤害是12240。现在我们给11号加一个丽娜作为增伤管，我这一个丽娜是一个0+1的丽娜啊。然后呢，为了公平起见，等一下我在对比丽娜、还有凯撒、还有其他辅助的时候，都不会去触发驱动盘4件套的效果，这个大家放心。有了丽娜的拐之后，11号尾刀的伤害变成了16669，提升幅度是36%。接下来我们来看凯撒对11号的一个提升。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凯撒不仅能给11号提供海量盾量，而且把他的尾刀伤害直接拔高到了18687，提升幅度在53%。天哪！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你对比的不公平啊！这凯撒这边是触发了额外能力的，而丽娜的这一个额外能力对11号根本没啥用处，不公平。好的，那么我现在上一个11号本来的专辅6命的毕业露西给大家进行展示啊，然后呢带的是精炼4阶的露西的专武，具体属性是这样的，攻击力已经堆得很高了，并且6命露西入队，不仅露西的额外能力可以触发，11号的额外能力也可以触发，可以说现在的局面是对凯撒不公平了。结论是6命露西加上11号的额外能力的各种加持下，尾刀伤害达到了18215，提升幅度在48%，依然是没有赶上凯撒的。然而你先别急，还没完啊！刚刚我在对比的时候，丽娜的殷勤它是触发了这个增伤效果的，露西的殷勤也是触发的增伤效果的，而凯撒呢？凯撒的专属殷勤说白了是要对面行动，我们触发破招和极限闪避的时候，全队造成的伤害和造成的失衡值才会提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刚刚在用0+0的凯撒去对比0+1的丽娜和6+4的露西，凯撒都赢了。接下来我将解锁凯撒的完全体，把他的专属殷勤的增伤效果给触发了，然后给驱动盘4件套的增伤效果也给触发了，我们看看能给11号拔高多少。尾刀伤害直接提升到了22425，提升幅度是83%。除了给强攻角色增伤以外，给异常角色增伤也很香。这是简打出的一个裸伤，第一个强击将近17万，第二个强击将近23万。接下来我们上凯撒给简上一个拐，好的。再来一个格挡，所有拐都上了。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强击，27万将近。第二个强击是多少呢？36万多。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打一场有0命凯撒辅助的一个队伍的实战给大家看看。依然是打的尼尼微啊，然后呢，我这边只放下半场了，因为如果放全场的话，本期视频的时长就太长了，大家体谅一下。我赛斯先出来上一个普通盾，但是呢，我还不够，我凯撒再出来再上一个盾，我现在身上就有2个盾了，并且这2个盾是可以叠加的，他们的增伤能力和盾量都是可以叠加的。优先消耗的是凯撒的盾，后面才会消耗赛斯的盾。来打我呀！你打得动吗？啊！哎呦，好疼哦！哎呦，哎呦，哎呦，好疼哦！好的，我在这里故意散步，冲
抽我呀！哎呦，就这，哦哟，凯撒的盾被抽没了，赛斯的盾也没了，因为赛斯的盾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凯撒的盾持续时间长，是1分钟。如果你凯撒和赛斯一起上的话，赛斯的盾基本上是用不上的，这一点我个人深有感触。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我本人算是一个比较手残的手残党啊，就凯撒这种角色实在是太适合我了，就和当年钟离刚出来一样，就完全让我坐上轮椅了。但是凯撒也并不是说，它会降低你的游戏技术。对于实战中那些喜欢精准格挡的玩家来说，凯撒的精准格挡相反可以锻炼我们的游戏技术。也就是说，我们手残党有手残党的凯撒玩法，而在大佬手里，大佬也有他自己的玩法。来，接下来我们去打尼尼微。打尼尼微的话，凯撒出来先套一个盾把 buff 加上，然后赛斯出来再套一个盾把精通给加上。好的，精通加上了，出来输出。强击伤害是多少？强击伤害31万啊！来，再打一个强击，开局能不能直接秒掉他1半血 ？Nice， 开局1半血快没了！哎呀，你不要跑啊！你润什么润啊？哎。很快就被我们打进这一个拉屎状态了啊！打进拉屎状态后，我们不急，来，我们继续上去上盾，凯撒上盾，好，然后赛斯也上盾。哎呀，他妈赛斯的盾没上，根本啊屁股一起飞，我没有撅到他的屁股，哎呦，行吧，没关系，来，尽量。这一波直接给他带走啊！好的，最后一下强击，哎，就你屁股大啊！就你屁股大啊！刚刚还不让我撅啊！我的屁股也不小啊！给灵命凯撒做一个总结吧，就是钟离。安如磐石啊！安如磐石的同时，他拐的伤害呢，其实要对比钟离的话，他拐的伤害还比钟离要更高一点。这就是凯撒灵命的一个总结。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殷勤还有驱动盘的带法。殷勤分为2个层面的提升，盾量还有伤害提升。和盾量提升相关的呢，在本期视频的14分17秒到15分26秒已经展示的很清楚了，大家可以跳转观看一下。我们主要展示专属殷勤对全队的伤害提升。通过这2个对比度屏可以发现，专属殷勤对全队的总体伤害提升在10%左右。但是除了伤害提升以外，护盾值也得到了提升，而且全队造成的失衡值也得到了提升，持续20秒的覆盖率呢也是挺高的，所以专属殷勤的强度是很不错的。除了专属殷勤以外的其他选择呢，其实看文字描述就知道，只有正版变声器或者春日熔融2个可以给他用，其他的给他用就是白板啊。那正版变声器呢，可以让它的冲击力提升，也就是可以让它的盾量提升一点。至于春日熔融的话，可以让它受到的伤害降低，并且让它的回能效率提升，而且这个回能效率呢，还可以继承给前场的角色。如果你实在不想抽专属殷勤的话，一个加盾量，一个加前场角色的回能，看你自行选择啦。驱动盘方面的话，4件套选择原始朋克，2件套选择振兴迪斯科，6号位固定选择冲击力，5号位和4号位其实我个人也不用它打输出啊，所以我个人感觉你随便堆一点就可以。但最好的话，5号位用误伤加成，然后4号位用双爆。副属性的话就堆一点双爆啊，堆一点穿透值和攻击力，补充一下输出就可以啦。配对方面，隔壁的钟离是加入任何队伍都可以，是不是？
以此类推，凯撒也是加入任何队伍都可以。他的那非常厚的盾，加上那高额的增伤，让他在所有队伍里都是一个好队友。但是最好的话，如果把他和其他可以发动招架支援的角色，或者和自身阵营相同的角色进行搭配呢，会把凯撒发挥到极致。以上就是他的阴晴、驱动盘还有配对的总结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命座提升环节。一引进入接战状态或者换入前场时，凯撒立即为全队提供荣光之盾，300秒内最多触发一次。一引的第一个效果可以让凯撒刚进场就为全队提供这个荣光之盾，不用太多其他复杂的操作。并且呢，每过300秒，凯撒也只要一进入前场，就能给全队提供这一个盾量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引的第二个效果，荣光之盾存在期间，持有者附近5米范围内所有的敌人全属性抗性降低 15%。左边是0引辅助的凯撒，右边是1引辅助的凯撒，伤害从18687提升到了21490，正好提升了 15%。二引荣光之盾存在期间，凯撒的能量恢复效率提升 10%。这个能量恢复效率提升，个人感觉用处不是非常大，因为我用0+0的凯撒实战中呢，它的能量几乎没有用光过啊。然后持有者的攻击力效果提升至原本的 150%。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你只要持有凯撒的盾，那么你的加攻击力从原本的加1000会变成加1500。表现在11号身上呢，是从21490提升到了23941，提升幅度在 11.5% 左右。3引和5引都是让他的所有技能等级加2，但是我们看一下凯撒的技能等级增加啊，都是加伤害倍率和失衡倍率的，看见没有？来，都是加伤害倍率和失衡倍率的，唯有特殊技这里，特殊技强化呢，它会那个增加一点冲击力。除了这个冲击力的提升，其他也都是加伤害倍率还有失衡倍率的。但是呢，我们又不用凯撒用来战场啊，这一点冲击力的提升呢，也只是提升它的盾量。所以3引和5引对于凯撒来说，提升是不算高的，都是为他的6引服务的。4引，凯撒发动连携技或终结技时，额外回复3点支援点数。凯撒的能量值不足20点时，可以消耗1点支援点数作为代替，发动强化特殊技超强力盾击，代替效果5秒内最多触发一次。在点4引之前，凯撒发动连携技和终结技分别能够回复1点和3点支援点数，但是点了4引之后，凯撒发动连携技一次性就回了4点支援点数，而发动终结技后更是能恢复3点加3点等于6点支援点数。凯撒发动终结技，看见没有？下面支援点数全部回满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命的第二个效果。现在我们的凯撒是没有能量的，但是我却可以消耗1点支援点数，发动超强力盾击，每5秒触发一次。最后6引，强化特殊技超强力盾击和支援突击必定触发暴击，造成的伤害提升 50%， 对主要目标造成的伤害额外提升 50%。凯撒发动强化特殊技超强力盾击或支援突击时，自身暴击率提升 30%， 暴击伤害提升 60%， 持续15秒。6引说白了，没有增加任何他的拐的能力，就是增加他自身伤害的。所以现在我给凯撒带上了獠牙重金属4件套，以及啄木鸟电音2件套啊，甚至6号位我都给他带的攻击力加成，没有给他带冲击力了。也就是说，把凯撒自身的输出
堆到了最高的一个数值，看看凯撒能打出怎样的伤害吧。这一段就是刚刚那个獠牙4加啄木鸟2的6影凯撒的一个录屏，看见没有？超强力盾击91000，我们再打一个超强力盾击看看，来39000加91000的伤害，它这个超强力盾击的伤害确实非常的不错啊。来39000又加91000，但是平常平 A 的伤害呢就不算是非常高了。好，失衡状态后，这伤害奔着10多万去了。70级的杜拉汉快要被我们带走了。你要说刚刚那个6影的凯撒输出高吗？那当然是高的，但是我在这里用一个0+1的减和它对比一下啊。左边就是刚刚6+1的凯撒，而右边是一个0+1的减。虽然一个人是打直伤，一个人是打异常的，但是根据我个人实战录屏对比下来，两个人的输出速率是完全差不多的。他们两个几乎在同一时刻带走了70级的杜拉汉。我们来看一下。好的，现在减的速率还要更胜一筹啊。好的，凯撒又一个超强力盾击之后，他这速率跟上了。失衡了之后，凯撒就反超减了啊！但是最后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带走70级的杜拉汉，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我给凯撒全堆输出，并且还给他拉到了6影的情况下，他的整体杀敌速率呢，也就和0+1的战场主 C 差不多。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是，我个人认为凯撒6影的性价比真不高。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凯撒抽一个0+0就非常够用了。如果你实在要给他拉练度的话，个人建议先抽0+1，抽完0+1还是要再给他拉练度的话，抽1+1或者2+1，2+1之后就真没有必要再往上抽了啊。那以上就是凯撒这一个角色的所有详细评测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他真帅呀！